武汉的热已经无法用汗如雨下来形容了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武汉的街头看一看。你看前面那个人头上顶的什么？基本上都是出门一把伞，恨不得呢脸上都要戴好帽子，不敢在阳光底下走路。你看这位大哥头上帽子戴得严严实实的，电动车上面也有这个遮阳棚。武汉呢，最近可谓是高温不断，已经开启了大火收支模式。真没想到武汉居然可以这么热，不是说武汉已经退出火炉城市了吗？感觉现在像进入到高压锅一样的，又热又湿，是那种湿热的，不是那种干热。看到没有，在这个阴凉处啊，人还是比较多的，但在这个阳光底下，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。我现在呢是在湖北武汉的硚口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马路上的人呢都变得少了很多。这大白天呢，出来逛街的都是勇士。我现在呢走到了一家医院的门口，看一看啊，这边外卖小哥也在忙碌着，然后前面那边呢就是一个十字路口。最近武汉的高温呢，依然抵挡不了外来的游客。最近呢有几十万游客蜂拥而至，有国外的，大江南北的，都来感受武汉这边的热。不知道是谁在那里说来武汉避暑，武汉已经退出火炉城市了。可能是他们就听了那些博主的话吧，然后来武汉旅游。真没想到来了之后啊，白天不敢出门，晚上呢出门也是一样的热。不知道这些朋友啊，心里有没有后悔，有没有在滴血？不知道你们最近出门有没有坐那个骑共享单车啊？就这个共享单车的座椅上面，那简直就是可以把屁股都给烫熟啊！看到没有，这马路上呢，基本上只要骑车的、电动车的、自行车的，头上都会有一个遮阳的一个帽子。最近武汉的热，就是说天气预报好像不敢报40度以上，只有那个动车敢报。不知道你们最近在网上刷到没有？有很多外来的游客在动车要下车的时候，他播报的是室外温度48.2度，然后我还有朋友呢拿那个温度计啊，在那个马路上测量，你知道最高温度能达到多少吗？58度、57度，可想而知啊，这个现在汽车里面有多热，这个长期在太阳底下暴晒，汽车内的温度也比较高，所以大家在汽车里面长期停放的话，在太阳底下暴晒不会晒出什么问题，但是一定要记住啊，像那种喷雾啊、打火机啊、带有气体的东西啊、饮料啊、矿泉水啊，尽量能不要放在车里就不要放在车里，以免呢到里面发生爆炸了。爆炸之后对汽车的电子元器件呢造成损伤，就得不偿失了。你看看这马路上的汽车呢，也是速度都慢了起来，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热的原因，还是因为不敢开太快。最近呢，好多人开了新能源车的朋友也说，就是说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啊，空调一开，这个油耗就拼命的往上升。车子的话，续航里程呢，就是说没有什么打折。但是如果是混动的车，又可以充电又可以用油的，那他们心里面其实现在更愿意用油，不愿意用电，因为电一下就用完了，主要是要开空调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的车辆开始密集起来了。只有在这个桥底下、树下面才敢走路，太阳底下暴晒的话，一般是不敢走路。真没想到武汉既然已经退出火炉城市了，为什么还会这么热？如果你不信的话，重庆的朋友、四川的朋友、湖南的朋友、江西的朋友、安徽的朋友、河南的朋友，都可以来武汉感受一下这个热度。不说已经退出4大火炉城市了吗？但是这个温度啊，真的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啊！感觉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啊，这每年的温度都在上升。所以说，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